仙阵受损，天赐良机呀！不如先踏平人族，再来争这霸主之位。暗族众将士听令，出发！看来暗族已经发现万仙阵破损，姐姐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开始吧。屠灭仙盟，夺取人间。静心，除念，守住结界。什么？成婚这么多年，我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捞着，还天天受委屈。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这笔交易我可就亏大了。1条命值钱还是2条命值钱？这笔账都不会算。有些账可不是这么算的，小心！早知道就不该醉心于生意了，该好好修炼。不过是一场交易，那么认真做什么？如果不只是交易呢？傻瓜！爹娘。生儿，搀好你娘。他们撑不了几时，此处炎咒结界最为薄弱，我们合力撕开它。哼，很好，待我们冲出结界，便从玄天门杀起。师兄，万仙阵结界几乎一毁，仅靠炎咒支撑，终会灵力耗尽。炎咒结界一破，便再也拦不住暗族了。莫想成败，守到最后一刻。是。结界已破，杀出去！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弥漫交叠的夜。我从昏迷中来书写漫天风雪，这纷争的混乱，一线划破日月。快跑！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烈火的热烈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。
炽烈，微笑中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冷静着，一束花改变。不知是否有暗族从两界山逃出？玄星他们还在万仙镇，我们去与他们会合。怎么了？暗语有些不太对劲。酷人。雪山，又是他！快走！好久不见。你终于来了，阿朱。阿朱，是你吗，大哥哥？不对，你不是大哥哥，你是谁？你忘了我，却又爱上我的一部分。这世间的事总是如此之巧，引人发笑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我捡到你之时，已因补天而失去了全部的力量，甚至不能化为人形。日复一日，我以血魄灵力将你滋养，你借我之力复原，却在关键时刻背叛我，亲手将我送到了这里。还没睡啊？你一直没睡，是在担心我吗？你少自作多情。我们势不两立，要不是有一线牵，我巴不得早点摆脱你。你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那我就更不放心了。经过今日凤香那一炸，最好长生莲也死得透透的，这样你死了心，我也不用陪你继续耗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再试试。希望长生莲无恙，我们还能等到采得莲子的那一天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
若你回不来呢？若是回不来，一线牵会自动消失，那时候你就自己回去吧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？别的我又不想听。我想那凤香既然已经陨落，这林中想必也没有什么危险。即便是有，我昨天也来过了，不差这一回。莫玄灵，一会儿要是遇到什么危险，你不必管我。那还用你说啊？不愧是长生莲，竟丝毫无损，甚至连周边的草木也恢复得如此之快。长生莲，长生莲，世间竟真有此物。凤香。尊者，你没事儿啊？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昨日才见过，你不记得了？我还不至于连昨日的事情都不记得。长生莲，长生，你们是谁？是谁派来的？来此有何目的？难道凤香起死回生，与这长生莲有关？尊者，我们二人误入此地，不知那是何物。您方才说。那是长生莲，能如此汲取天地之灵气，形成这无水之地，除了长生莲，不会再有其他。服下长生莲，便可以长生吗？即使之前受过不可挽回的重伤，也可以复原。当然，长生莲可以助人长生，何况只是皮肉之伤呢？尊者已是法相之身，已教常人长寿许多，何必追求长生呢？长生久视，乃修道者毕生所求。若有足够的时间，便有可能突破法相巅峰，到达另一重境界。更何况，我时间也不多了。仙盟记载。当年暗族侵略人界，暗域的边境不断向人界推移。人族第一修士乾光君集结仙道万宗之力，结成仙盟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才设下万仙阵，隔绝了暗族入侵。尊者如今岁数不高，应还有数百年的寿元，是否是因为受过重伤，才导致寿元大减？猜得不错，但这些都跟你们没关系。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误入此地，但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还是请回吧。可是此地灵力充沛，我们想在此修炼一番。那就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我不喜欢不相干的人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不是怀疑？凤香昨日死而复生，又活了6000年之久，是因为她吃了长生莲。可是她为什么对昨日之事一点也不记得？我也不明白。也许这长生莲确实是有些古怪，而且我昨日见她之时，她也像是第一次见到长生莲一样。我甚至有一种猜想，或许是她出过什么意外。导致寿元大损，知道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了，
只能寄希望于长生莲，来延长寿数。这过去的6000年，他很可能一直守候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他明明已经得到了长生，却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以为自己还要守候长生莲开花。若果真如此，他很可能曾多次来取过长生莲。如果有无用的莲心子被他留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用再等到长生莲成熟，也不用再害怕来不及了。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嘛？继续等，看看他身上还有什么奇异之处。他还在。不见了，凤香不见了。他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这陆无闪真是越来越诡异了。日落了，凤香若还在的话，周围的灵物一定会随他波动。看来他已经不在此处了。但他一定还在不远的地方，这样，他才能明日一早来这里寻长生莲。要想弄清楚这一切，必须得找到他才行。也许在他夜间栖息之地，能找到莲心子。我去找凤香的气息，你回我们原来的山洞等我。哎，凭什么？我都在你身边跟了1天了，到了要揭秘的时候，你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我的目力又不比你差。就算天黑，我也不怕。我是担心。你担心什么啊？这事儿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是非知道不可。你休想将我排除在外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再靠近一些。他这是死了吗？他只是气息微弱，天亮后便会醒来。那他现在这样毫无防备，岂不是会很危险？但即使他死了，明天依然会活过来，不是吗？如果还有莲子，会放在哪里？是鬼啊！乾光君，不错，我就是乾光。你如何认得我？史书记载，乾光君是6000年前创立仙盟的首位盟主，与凤香尊者常年相伴，两人一起除魔卫道，令暗族胆寒。然而，2位巅峰法相却在设下万仙阵后相继消失，自此下落不明。曾有人传说，乾光君与凤香尊者相互爱慕，结成道侣，归隐山林。
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人见过两位尊者。我见到凤香尊者之后，心中便有此猜测，没想到，竟成了现实。已经6000年了。若不是你们出现，我都忘记今夕是何夕了。前辈，为何您与凤香尊者会被困在这落无山6000年？而且凤香尊者似乎进入一个循环，这都是因为长生莲的缘故吗？你的直觉很强，猜测已经是实。凤香每一日日出之时，都会在这里醒来；日落之时，又会失去所有的意识和记忆，回到这里，然后再从这里开始重复前一日。所以，他能活6000年。但这6000年，对他来说只有1日。这就是长生莲之长生吗？世人梦想长生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但焉能不付出代价？我与凤香之前也曾遇到过一个前来抢夺混沌珠的邪修，那人看似年轻俊秀，却自称是修习了一门吸取他人神魂的邪术，才换取了长久之寿。世上竟有人为了混沌珠修习这等邪术，渴望通过长生莲实现长生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。当初凤香服下长生莲之后，并未获得长生，而是先进入了一个法禁之地。那里除了有一道漫长的高梯之外，别无他物。修道者神窍被封，必须以肉体之力硬扛住38000道罡风的吹袭，走到高梯尽头。修为在法相之下者，若是沾染一丝罡风，便会化为灰烬。纵然是法相，也要遭受凌迟之苦，最后才能得见轮镜上神。轮镜上神，他自称是神界司晨之神，已在那里守候了万年。他说他在等一个人，也许是人，也许不是。世上果真还有神族的存在，但我曾听得传说，万年前神族庇佑苍生，受苍生供奉膜拜。然而人皇昭明勾动人族心魔，攻上神界，遭到神族镇压。昭明沦为堕神，被镇于龙渊之下，暗族也自此诞生。神族因此厌弃了世人，从此世间再无神明庇佑。那为什么还会有神族守在这世间呢？我见到他时，他神力非凡。若他不是神族，还会是什么？是他告诉我，凤香在此服下了长生莲，忍受千刀万剐之痛，才见到了他。轮镜上神称自己是个善良的神，无论是谁走到他面前，无论是谁走到本君面前，都可许下一个愿望，本君会帮他完成此愿。只是你该知道，天命自有定数，愿望若是超出本分，天命必会让他偿还，这便是愿望的代价。超出本分越多，代价越大，你可明白？我明白，或许可以长生9世，身心不老。你的愿望若实现，不论今后发生何事，都永不可将它撤回，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改变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穆玄灵，你这是？当初在雍雪城，我中了炎咒那一日，就是在这里醒过来。我当时就觉得你这屋子里太冷清了，于是就变了很多花，想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后来我就被桑奇拉入了幻境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
还要被逼着杀你。我一时气急，就把这屋子里的花都变没了。这次都回来了，我就想着总要给你看一眼。我记得那日，我给你带了很多的点心回来，却发现你已经走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气我回来太晚，没想到那时候你承受了这么多。以后不会了。其实我说这些也不是想让你心疼我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只要有我在，我就不会再让你的日子过得这么冷冷清清的。但是你也要做好准备，因为这屋子里可能随时都会出现这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。以后这屋子的一切都交给你管，是吗？嗯。那屋子里的你呢？也随你。你如今倒是好说话，想当初我碰你一下，你都对我喊打喊杀的，还说什么近墨者黑。现在自然不同，现在是近朱者赤。那我这颗珠子还需要跟着苍长老学习吗？你要是真的担心，直接我来教你。别，我这人呢就喜欢知其不可而为之。苍老头越不喜欢我，我就偏要让他喜欢我。也是，你待人待事，倒一直喜欢强求。强扭的瓜才甜嘛。歪理。不信？那你这颗瓜今天就让我啃一口，我看看甜不甜。我今晚很忙。忙什么？忙公务。所以大好的时光，你要用来忙公务吗？要不然，你先回去睡吧。或者，在这里睡。好。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谢雪琛，你的床太大了，我一个人睡，好害怕呀。谢雪琛，我没有想到我穆玄灵有一天也会陪人干这么无聊的事情。无聊吗？那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干这么无聊的事情，还能这么开心。究竟什么是情？情是欲念，还是动力？日月盈仄，宇宙洪荒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。多年未见公子动怒了。我又梦到他了，我可以看清他的样子，
始终看不清那是何处。公子已经寻了那梦中之地很多年，还要找下去吗？事情不再掌控的感觉，真是令人不悦。风瑶，你留守在此，别让任何人发现我离开。是。